嘴时已经到了，等天一亮就动手。这小子年轻，肾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长老，救命！我要被割肾了！长老，是我，赵小凡。赵小凡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没死，我掉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另外一个世界？是的，这里没有灵气，全是凡人。他们不会御剑，却有飞机；不会传音，却人人都有手机。所以你编出这些话，是不想回来挖矿？我马上就要被人割肾了，谁还有心思躲懒啊？割什么？肾！对方什么修为？没有修为，就是几个普通人。你堂堂炼气3层，被几个凡人绑了。这个世界没有灵气，我的修为几乎全没了。他们还会诈骗下药、偷袭，比魔修都脏。先证明你真是赵小凡。我是4灵根，上个月打碎3个碗，被打扫了7天茅房。档案里有。我还偷看女弟子洗澡，被灵毛抓起来，罚抄了10片门规。去魂灯殿，把赵小凡的魂灯取来。是。天一亮，打完麻药就送你上手术台。长老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救我？跨界传送需要坐标2名元婴修士和宗门3年的灵石储备。那就赶紧开阵啊！问题是，我们连你在哪一个世界都不知道，所以救不了。短时间内救不了。那我的肾要是被割了，还能接回去吗？理论上可以。真的？替你续接经脉的人至少要有元婴修为。我要是有办法，还联系宗门干什么？所以最好别被割。长老，魂灯有反应，人还活着，可这道感应不在元阳界。赵小凡，魂灯已经确认你确实身在异界，藏好令牌，想办法拖延时间。宗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。封锁消息，立刻请宗主和各堂首座前来议事。时辰到了。大哥，商量一下，我给你们干活，不要钱。搬砖、洗碗、抬腿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连身份证都没有，在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。你唯一值钱的就是这颗肾。按住他！等等，它不只能传讯，还是一条双向通道，能把人送过去吗？通道只有针眼大小，送不了活人，那能送什么？小型死物，灵石，再加一张玉玺便会自动护主的金刚符。赵小凡，接住！晕了，抬去手术室。等一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还没倒？刚才是谁说要割我的肾？不可能！这一针连牛都能放倒。牛能不能倒我不知道，但修仙者倒不了。装神弄鬼，一起跳！这还是人吗？大哥，喘不上气儿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大哥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你不是说我唯一值钱的就是这颗肾？不值钱，大哥的肾必须留着，谁敢跟我跟谁拼命！刘强，人麻醉好了没有？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你就是负责割肾的医生？我是被他们逼的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你刚才收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主谋是他，场地、设备、买家全是他找的，酒店、国际买家全是他找的。都闭嘴！你的手怎么会发光？有东西钻进去了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毒，7天之内没有解药，你会生不如死。他是不是小说里的古武高手？手指发光，内路下毒，肯定是。
大哥，您是刚从隐士门派下山的吧？果然是古武高手，大哥饶命！你们以前割过多少人的肾？第一次，这真是第一次。我以前只开黑诊所，这种手术也是第一次。你们3个把刘强拖出去打一顿。大哥，为什么只打我？因为是你要割我的肾。轻点儿，都给我轻点儿！王建国，你一个医生怎么专踢腰子？从今天开始，害人的生意全部停掉。那我们以后干什么？先给我弄一盒法身，教我怎么在这个座世界活下去。至于这个地方，以后我说了算。大哥，以后这里您说了算。你最好别跑，你身体里的毒7天后就会发作。强哥，咱们真要跟着那个土包子混？你见过哪个土包子的手指头会发光？这叫古武高手。现在不跟，等他以后牛逼了，还认识咱们是谁？跟着大哥，以后吃香喝辣。从今天开始，那些缺德的勾当不干了。不干了？那咱们干什么？做好人，扶老人，捡垃圾，给流浪猫喂食。强哥，那以后要不要献血？献你个头！喂，那边的小孩，别闯红灯！快走，他们看起来像坏人。强哥，人家怎么还把咱们当坏人？手机给我。能看人唱歌跳舞的是哪个？罪过，太不敬了。大哥，你也没个手机，多不方便。你有钱？有，就当给大哥赔罪，我给您买。行。周厂长还活着？活着，肾呢？也还在。说吧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把那几个绑匪收编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现在叫我大哥，正在替我办身份证。宗门给你灵石是让你活下去，不是让你去异界开宗立脉。我没开宗立派，只是合理利用资源。算了，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？我要先办身份赚钱，再调查蓝星科技。它只有巴掌大，能千里传音、看影像、查资料。这种法器很贵吧？蓝星人手一个，普通人也能拥有。宗门可以继续给你传灵石、符箓和低阶丹药，还能传东西，只能传拳头大小，重量不能超过1斤。给我传一本炼器图显，我想看看科技和炼器是否相通。这个想法不错，你也要把蓝星物品传回宗门。长老想要什么？先弄一颗核弹回来。我只是炼器3重，你让我去偷核弹，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？通道太小，反正也传不过来，先记着，以后再说。我重新查过，核弹之上还有威力更强的氢弹。有多强？大当量氢弹，可能相当于元婴修士全力一击。这种武器有多少？核弹和氢弹加起来大概1万多颗，1万多颗元婴金丹级武器，而且只要工厂还在，他们就能继续制造。长老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立刻通知宗主和各堂首嫂，异界武力评估，全部推翻重做。这核弹真的好厉害。赵小凡，你刚才说蓝星有多少核弹？核弹加氢弹，大约12000克。多少？12000克，这只是现在的数量。进入战争状态，他们还能继续制造。幸好没有直接开启通道，不然派金丹修士过去，恐怕有去无回。怕什么？本座可是元婴修士。雷长老，他们造过一颗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。5000万吨是什么意思？1吨爆炸威力，大概等于一个炼器修士自爆。 5000万吨等于5000万个炼器修士一起自爆，这个数字不能这么算。算得对不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没人想站在那里验证。蓝星人单独很弱，但他们懂得合作。一个人只能搬起一块砖，但1万个人可以建起一座城。蓝星不是一个等待征服的凡人世界，那是一个完整文明。赵小凡，弟子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蓝星看到的一切都必须第一时间汇报宗门。可是弟子只是杂役，你看到的就是宗门看到的，你听到的就是宗门听到的，保护好自己。
你现在是宗门最珍贵的眼睛。大哥，身份证办好了。照片是我，名字也是我，为什么年龄大了2岁？大哥，假的东西不能太较真。大哥，还有件事儿。什么？之前的生意没做成，买家要求赔偿5万。50万。我要赚钱，必须快，还不能犯法。大哥，这2个条件本身就是矛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来钱快的都写在刑法里。大哥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您不是会内力吗？如果给有钱人治病，他们为了活命，会愿意花多少钱？好像有点道理。来到蓝星以后，赵小凡第一次发现，赚钱也是一门修行。强哥，我们像神医团队吗？不像。那像什么？像刚转行的犯罪团伙。哪位是赵神医？他？别看赵神医年轻，他可是隐世古医传人。我什么时候成古医了？李长老，怎么办？病情复杂，不能硬治。明白。哟，为什么会发光？别问。10几年了，第一次不疼。赵神医，多少钱都可以。病还没有根治，后续仍要继续治疗。大哥，半碗水1颗药赚2000，以后1天10个病人，那不是发财了？会不会太贵？大哥，这种病人治了10几年，花的钱比这多得多。2000块好像确实收少了，收多了心里过意不去，收少了又赚不到钱。唉，修仙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发现赚钱比修炼还难。修仙神医正式上线。刚才那颗冒绿光的药，你们见过吗？我在网上搜了，仙丹、特效药、发光药丸全都没有，全身只有200多块，连个药渣都没有。那颗药不会是凭空变出来的吧？都说了别乱想。不过确实挺邪门，记住，看见什么都当没看见。这次真抱上金大腿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换豪车？只要好好跟着大哥，面包车迟早换劳斯莱斯。终于恢复到炼气1层了，算你们识趣。隔着墙，大哥也能听见。别聊了，门口守着。周长长老，我准备给宗门传第1件蓝星物品。什么东西？对讲机，不需要灵力，普通人也能使用，有效距离10公里。10公里，立刻传过来。蓝星往宗门传东西，好像没有那么多限制。这就是你说的蓝星法器？按住最大的按钮说话。喂？喂？没有灵力，真的能传音？拿着，御剑飞到10公里外。长老，这是什么？别问，到了按按钮说话。长老，弟子已经到山甲了。听得清楚吗？非常清楚。异界法器在哪儿？他凭什么传音？300块钱一对，300灵石。我研究了一辈子阵法，还不如2个黑疙瘩。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能10公里传音？按按钮。喂，真能传音！矿脉守卫遇到异常也迅速传音。我们却能实时指挥所有弟子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买！先买1000对，不，买1万对。高小凡，这种对讲机贵吗？不贵，300块一对。不贵，那就先买1万对。1万对？长老，我手里现在只有2000块，
宗门给你1个月，1个月赚300万。宗门相信你。宗门对我这么有信心，我自己怎么一点信心都没有？就是这里，赵神医就在里面。大哥，生意来了！王姐把您治好冻翻的事儿传出去了，现在5个病人堵在门口。让他们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姓名、年龄、什么病，在哪家医院看过？别急，赵神医脾气古怪，谁插队就不看了。脾气古怪，这人设什么时候加的？赵神医，我爸膝盖疼了几年，医院说手术要10几万。筋骨旧伤，用灵力温养，再服健骨散。大哥，还是化水。这是什么药？好香！祖传秘药，别问。不疼了！我早就说了，赵神医是真有本事。3天后再来复诊，不另外收费。阿东，妈，你慢一点。腿不麻了，我慢什么慢？真的不疼了。17000，加上上午的2000，一天赚了19000。大哥，照这样下去，1个月真能赚300万。一天19000，1个月只有50多万，好像还差得挺远。你们1人3000。大哥，这是给我们的。跟着我办事，不会让你们白干。大哥抢这条命，以后就是您的。我要的是能办事的人，不是一群只会鞠躬的小弟。真正赚钱，还得找那些身家千万上亿的富豪。有钱人为了多活几年，几10万都舍得花。那就找有钱的病人。大哥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您没有医师资格证，没有执照给人看病，叫非法行医。我能把病治好也不行？不行，不会治，有证就能治。理论上也不能这么说。这个世界真麻烦。大哥，又有病人预约，先让他们等着，陪我去医院。我昨天只收了19000，亏大了。金丹修士才能做到的事，凡人按几个按钮就行。抢救40分钟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荒唐，人还没凉呢，节什么哀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谁还没死？里面那个。你是医生？不是，再耽误1分钟，他才真的没救了。你大哥看一眼就说人没死，难道他是神仙？这里是急救科，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。我大哥不是神仙，但他会古医术，比你们这些机器靠谱多了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里面的是我们队最年轻的女队员，才23岁，只要还有一点希望，求你救救她！你怎么了，大哥？他们是警察，我以前催债非法拘禁，哪一条都经不起查。我以前开黑诊所，非法行医。我们商量一下，救不活，警察能把我们3个一起送进去。现在离开还来得及，但如果救活了，警察就欠大哥1条命。在绿藤市，警察的人情可能比行医资格证更管用。大哥，这买卖能干。救人可以，但我要这个数，50万，只要能把人救活，1分不少。我本来只想要5万，不够。够。我救。你的行医资格证呢？连行医资格都没有，还敢开口要50万？要50万比人命还重要。我不能让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在急救室里动手。那就不在医院治，把人带出去。我同意。病人自愿离院，必须签署免责文件。拿来，我签。回去把那条龙洗掉。大哥，这条龙花了我3000，现在看见像30万。我洗。就在车里治。我要进去看着。不行，那我进去。你也在外面。王医生，你说大哥真能救活吗？不知道。你不是医生吗？正因为我是医生，才觉得这事不可能。周常长老，我这里有个枪伤病人，没有心跳，但生命之火还没完全熄灭，我需要李长老。将灵力渡入他体内，让老夫感知伤势。3处血管破裂，肺叶贯穿，失血过多，心脏停断。先止血，够不着。换到背后的伤口。接下来用续命丹。这是什么药味？不知道，不能问，问了容易没命。长老，没用，药起作用了。现在用灵力推动他的心脏，帮他重新找回节奏。给我跳！够了，他自己能跳了。赵小凡，命救回来了。还有呼吸，有脉搏已经临床死亡的人，你到底是怎么救活的？有脉搏，也有呼吸，一个临床死亡的人，你到底怎么救活的？祖传的。什么祖传医术，能把死人救回来？不方便说。真的有脉搏，瞳孔也有反应。兄弟，
你这古医术也太神了！跟着大哥，果然没错。你刚才还在想就不该怎么跑路。那个说好的50万，对，钱都别围着看了，过来凑钱。这里面有8万，密码是我生日。大哥，50万真到账了。绿藤市办公人员秦正，以后遇到任何麻烦，随时联系我。还有，能不能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？可以。他的命只是暂时保住，后续还要交给医院。大哥，您没看见那些警察的表情？看路，有话就说。大哥，之前那笔割肾生意的违约金，你想让我拿这50万替你们还债？但那边催得很紧，再不还钱，他们就要找上门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本来也是。你想让我们一起死？账还清以后，就老老实实替我办事。大哥，这份人情我们记一辈子。大哥，又来生意了。一个一个来。大哥，今天又赚了1万3。赵小凡，正好找你。那有没药叫枪的武器，仅靠一小块金属高速飞行，就能造成炼器中期修士级别的伤害。你找宗门有什么事？啊，隐身符、储物袋，还有牵引箱。隐身、储物、追踪，这3样东西加起来是打家劫舍的标准配备。赵小凡，你准备去偷什么？长老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那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今天救人赚了50万，50万，那可是能买1000多对对讲机的钱。所以我准备在钞票上涂牵引箱。也就是说，债还了？对，钱还债。这是宗门的钱，怎么能白白送给坏人？我立刻给你传过去。长老，您不反对？宗门的钱当然不能便宜外人。内门弟子才能用的储物袋，我也有了。今天哪来这么多风？看得挺认真。大哥，肉眼看不见，监控也拍不到。取50万现金，转账不是更方便吗？现金。大哥，收钱的人是绿藤市最大的地下势力，拐卖人口、开赌场、买卖器官，手上不止1条人命。您就不怕他们黑吃黑，把我们也留下？你忘了，我是古武高手。大哥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死过很多人。大哥，你别吓我。强子，可以啊，50万，我给你1个星期，你3天就凑齐了。哪儿来的发财路子？带哥哥一起赚点。大哥，我哪有什么发财路子？钱是我表弟给的。表弟看着还不到20吧？年轻人没见过世面，我带他来长长见识。刀哥，50万，数目没错。钱是好东西，小兄弟能随手拿出50万，家底不薄啊。强子，这次账清了。明白，谢谢刀哥。大哥，走。我腿都快软了，您居然从头到尾面不改色。大哥，您是不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？今晚我还会回去。行了，但仓库里面不对劲，死气、怨气、血腥味，还有很多人的哭声。按照宗门规矩，这种地方就是劫修窝点，但你在蓝星，应当交给蓝星的立法处理。如果报警有用，他们早就去看看。你想动手？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我道心不通。也开始跟我谈道心了。你都决定了，我还能跨界把你绑回来？先调查，别冲动，更不能把自己的命搭进去。大哥，要我陪您吗？不用，看好家。哪儿来的风？刀哥说明天出货，把家伙都擦干净。这把我赢了，给钱！这个年轻，买家肯定喜欢。上面要彻底清查，你们最近安分一点。那个卧底女警没死，被人救活了。他们说的是我救的女警。给我2天时间，我会把这里处理干净。我的50万就在里面，密码不会，指纹也没有，但我为什么要打开？50万拿回来了，保险柜里的其他东西就当利息。钱拿回来了，接下来该救人了。50万拿回来了，保险柜里的其他东西就当利息。把人当货卖。
老实点儿，取一个器官而已，死不了。见鬼了！停电了，快拿家伙！还我命来！有鬼！那些被割掉器官的人回来索命了！都别慌，哪来的鬼？给老子滚出来！手枪一把，冲锋枪一把，子弹也带上，让长老们开开眼。谁？有种出来！我的肾不关我的事，是老板让我干的。鬼啊！救命啊！就这点胆子，还敢当坏人？喂，哪位？主犯已经失去抵抗，受害者急需救治。你是谁？你们内部有内线，他们已经知道卧底还活着，2天内就会撤离。所有人集合，手机全部上交，通知特警和救护车。秦队，这些人好像全被同一个人打晕了，每一下都精准击中神经，轻一分晕不了，重一分会死人。报警的人到底是谁？行动怎么样？人救出来了，罪犯也被警察抓了。道心通畅了，通畅了。长老，顺便给宗门带了点土特产，枪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相当于练气中期，全力一击。长老，差不多行了，我都快醉了。凡人拿着这东西，居然能压制筑基修士！能量铲吗？那还等什么？占堂弟子人手一把，咱们直接打遍16宗，然后让整个修仙界联合起来围攻天眼宗。一个凡人拿着它，就能杀死苦宣多年的炼气修士，意味着修炼的意义会被一根手指抹平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只能藏着。你有意见？没有，宗主英明。这东西用好了是天眼宗的底牌，用不好就是打破整个修仙界平衡的催命符。我靠！城西仓库被警察端了，咱们帮刀哥催过债，警察顺藤摸瓜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昨晚我去过。大哥，你是去参观的？警是我报的，人是我打晕的，钱也是我拿回来的。大哥，警察不会查到我们吧？真找上门就说只干过催收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明白。腰椎间盘突出，拖了5年，能治。下一个，赵神医，我3年没站这么直了。菩萨保佑，不对，赵神宝保佑。警察，完了，真找上门了。你们要抓神医，先抓我。误会，我们不是来抓人的。小兄弟，原来是你。秦队，稍等，我先把病人治完。不急，你忙你的。秦队，这些人不会都是托吧？排队去。强哥，大哥不会把咱们交出去吧？大哥说交给他就交给他。小陈已经醒了，他能活下来全靠你。我收了50万，明码标价，不用谢。50万买一条命，太便宜了。他要真想谢，带点水果就行。刘强他们暴力催烧、非法拘禁，还接过器官买卖，他们不是好人。那单生意的受害者是我，要被割肾的人是你。对。那他们为什么现在叫你大哥？我和他们讲了一夜道理，从人生意义讲到做人底线。你不信？好吧，我把他们打了一顿，打服了。你的身份证我们查不到原始档案。我从小住在蜀地香卡卡，跟师傅学祖传医术。你师傅呢？去年仙逝了。我会让当地同事查，随便查。刘强他们，你想让我怎么处理？如果没造成严重后果，希望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坏人能变好，总比抓进去继续当坏人强。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追究，但他们以后再犯，我第一个找你。放心，他们不敢。没事了，秦队不追究。秦队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做个守法好人。少喊口号，多干正事儿。那个蜀地香卡卡，我会派人查，你最好没骗我。秦队放心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。大哥，您真是从蜀地山里出来的？不然呢？警察查户籍，
一般需要多久？大哥，你刚才说要买多少？1万对。1万对？大哥，你是开安保公司还是准备造？没问题，大哥自有深意。几位买什么？10公里以上，电池耐用的对讲机。这款320一对，你要多少？1万对。他说多少？1万对，这怕不是要造反吧？兄弟，你是在拿我开心？老板，你想要什么颜色的？黑色，300一对。280不，270一对，我只赚10块。成交。3天先交3000对，10天内全部到齐。大哥买这么多到底要干什么？组建万人队伍，人手一台，听大哥号令。别瞎猜。秦队，你让我找的赵小凡，我找到了。他在哪里？城西城中村，他每天给人看病，医术是真的。赵小凡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祖传医术是什么。兄弟，你这是要开安保公司？私人用途。哎，大哥，3000对全在这儿了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自己整理。您一个人？走走走，别耽误大哥整理。周长老，第一批3000对已经发货。这就是3000对，到了，我的对讲机到了。我要拆10个。可以，但拆完必须装回去。那我先拆1个。实力范围分组测试，弄坏1个扣半年月历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你再远点，我再跑就下山了。下山就下山，继续跑。下次大比，我们已经包抄到身后了。3号采区发现新支脉，阵法暂时稳定。不要强挖，我马上过来。不用灵石还能救命，此物甚妙。左侧包抄，正面牵制，等我命令。刚才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主要是你以前话太多，传号符装不下。放脉巡山外务堂反馈很好，都要求增配。对讲机不只是通讯工具，谁掌握更快的消息，谁就掌握战场。下一次实录好赵小凡，他比任何灵石矿脉都珍贵。这种地方一天能治几10个病人。他怎么找来了？不是特意打扮，只是下班换身舒服的衣服。我头疼3年，赵神医按几下，喝碗药，当场就好了。我妈的腰看了2次，现在都能下楼遛弯了。阿死，看美女，这哪是来看病的？这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吧？这位美女，请问您是来看病的吗？我找赵小凡。让她进来。蓝星女子没有灵气滋养，但确实会打扮。林医生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跟人说话一直这么直接吗？节省时间。你那天是怎么把小陈救活的？祖传的，不方便说。你觉得我听不懂？拿尺子量水温，量不出来，不代表水不烫。那我不问，我看。我妈风湿10几年，晚上疼得睡不着。不疼了，好像真的不疼了。你明明什么都没做。那颗药能让我看一眼吗？不能，我只看，不拿。药不外传，方不外泄。我可以签保密协议。祖宗不认保密协议。好多年了，我这手终于不疼了。我以后还能来观摩吗？随你，别耽误我看病。大哥，这美女医生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有空研究她，不如研究怎么把碗洗干净。哪是来看病的，明明是来看人的。女医生长得漂亮，还支部女豪车吗？女主角找大哥，应该是剧情需要。这才是凡人的城市。这些百层高楼都是凡人建造的。对。那些不用马拉的铁车呢？汽车普通人家里就能买，普通人都能拥有，考个驾照就能开。把法器卖给所有凡人使用。放肆！依山躺路有伤风化，简直不成体统。长老，这边都这么传，很正常。正常也不能如此轻浮，尤其是那个黑色长老，的。嘴可以骗人，眼睛不行。本长老是在观察异界民俗。您观察的真仔细。甜的，凉的，里面还有会爆汁的小珠子。此物甚妙。长老，我说的是奶茶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无人机，人在地面也能操控它飞上高空，不用神也能从天上观察敌人，不仅能看，还能录像，反复观看。买！我还没问价格，多少钱都买。宗门的老股票也快被科技大盗带坏了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先生想看什么？蓝星卖东西的居然还给客人行礼，少1块零食都不卖，穷鬼赶紧走。我随便看看。
好的，有需要随时叫我。这是凡人卖东西的地方，地面为何能照出人影？头顶又是什么法器？瓷砖和电镫，凡人家里都有。盘丘柳元姬，护法堂速来！这商铺比炎国王都的集市还大。商品分区，价格清楚，伙计统一着装。我的丹药全串味儿了，放屁也归我管，有本事让他憋着。咱们山脚的仿饰确实该改改了。把每个区域都拍下来，一个角落也别漏。第一，统一着装，看起来才像正经生意人。第二，分区经营，零售必须离丹药远一点，这个必须改。第三，明码标价，省得为2块零食吵半天。修饰喜欢参考，恐怕不好改。价至少别把人当冤大头。欢迎光临。第四，改善服务，态度好，顾客下次才愿意来。让那些摊主笑，他们不骂人就算客气了。态度差就罚，态度好就奖。每月凭服务之星奖励零食或者丹药，挑些形象好的成年女弟子，统一服装，在访视入口迎宾，让宗门女弟子站在门口对陌生人笑，怎么站，怎么笑，怎么说，统一培训。他们凭什么愿意？奖励1颗培元丹。若当年笑一天就给丹药，老夫生早了。这是何物？指南针，不用灵力也能辨别方向。买。录音笔，声音能存进去，连续录几天。运动相机别在身上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。买。3位长老，这些好像都不用买。什么意思？手机里全有，指南针、录音、拍照、录像都更好用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揣了1个月，只用来查病和刷姑娘跳舞，还查过核弹。你能活到现在，真是命大。我错了。说清楚，手机还有什么功能？拍照、录像、录音、导航、指南针、手电筒、计算器、日历、闹钟、查资料、看视频。此物还能自行发光，充一次电能用1-2天。这么多功能，蓝星凡人怎么做到的？那个网络到底是什么？元阳界没有灵气，就不会有修士、法术和炼器。蓝星没有网络，手机和电脑也无法连接，网络就是他们的灵气，是这个文明的立足之本。这种东西，我们能在短时间内仿造吗？很难，这不是几个人造出来的，是整个文明积累上百年的成果。那就慢慢学。长老，我又发现几个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挖了一天，怎么才这么点儿？长老，我又找到好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冲击钻，专门破石头，炼器弟子拿着也快几10倍。买，先买1000台。先买几台测试，效果确定再配矿区。有道理，那先买100台。10台。这是何物？热成像仪，能看见温度。黑夜里的人和妖兽无处可藏，不用神识也能看见。巡山救援都能用，买10台。先生，您是做直播的还是开装修公司的？支援宗门建设。什么？没什么，结账。大哥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冲击钻。大哥不会准备挖地道吧？你脑子里除了地道还有什么？大哥自有安排，少问。这就是能飞上天空、传回画面的法器。展开4个旋翼，小心点，别掰断了。长老，轻点，他掰断了真会坏。飞了，没有灵力，它真飞起来了。不用御剑，坐在殿内就能巡视宗门。若用于远程侦察，价值不可见量。它靠什么力量运转？电、天雷。天不多。凡人让电沿着电线走，想转就转，想停就停。元阳界畏惧天雷，他们却把天雷装进盒子钻石头。点相机图标。何方妖孽？长老，那是你自己。老夫柳元基，天眼宗阵法堂首座，今日得见此物，实乃平生之幸。他把刚才的事连声音一起留下了。这个方块是点错会爆炸吗？不会，往上滑就行。此物名为冲击钻，宗门新得的采矿法器，专破坚岩。长老，此法器需要多少灵力催动？用的是被凡人驯服的天雷。少废话，按赵小凡教的办法试。我用镐头挖3天也挖不了这么深，端面完整，灵性没流失，品质还能提高。让我试试，下一个轮到我。六长老，能不能再给矿区配50台？300多名矿工，那30台也行。人手1台，再留备用。第一批至少500台。所有人都有，不止玄铁矿，天眼宗所有矿区全部配备。宗门万岁！天眼宗万岁！原来宗门凝聚力从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。那是什么法器？为什么又没有灵力？此物名为无人机，能飞10几里，实时传回画面。
他能看见活着，躲进黑夜也藏不住。这些东西哪里来的？最高机密。真飞了！没有灵力也能飞。无人机飞到哪里，我们就能看到哪里。不如自己御剑飞上去，看得更清楚。大比试你敢飞上去，就是天上最大的活靶子。无人机挺好，隔着几十辆，灌木中的野兔都看得见。熟悉的差不多了，开始实战演习。刘武队负责隐藏，方圆10里随便藏。明白。把对讲机全部留下。那陈远他们呢？可以使用所有新装备。这还能被找到？我吃3斤零食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懒得走了，爱找不找。这一次，看你们怎么找。无人机升空，李锐东侧，赵恒西侧，热成像全面扫描。收到。东边大树下面有个脑袋，还拿树叶盖着。孙师兄，你这藏法很有创意。不可能，我连屁都没敢放一个。只要还活着，不用看3斤零食，能不能分30年吃？这儿呢？我用了隐匿法器，金丹修士都未必能发现。冷水有用，信号确实弱了。那我成功了，不代表没有。我这个是不是藏得不太纵神儿？是。完了。脸吸开到最大，连屁都没放，怎么找到的？他只看温度，只要活着，该看见的一样不少。那这个铁鸟呢？你们从哪里进去，往哪里走，全在画面里。对讲机负责通讯，无人机侦察，热倾向追踪。3个月后的16宗大比，我们还会是第9吗？不会，这次不拿第一。挺硬的，建议提前练练哑口。以前怎么没觉得这里这么难看？我的弹药又串味儿了。他放屁关我什么事儿？有本事让他憋着。这破店还有活口，经历过大战，得再加10块临时。韩长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坊市开了多少年？1000多年。1000多年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统一着装，分区经营，明码标价，改善服务，照着改。那些常年光着膀子的怎么办？把衣服穿上，让他们对顾客笑。不用笑，不骂人就算进步。钢铁林的道袍穿了80年，让他换衣服，他能跟你拼命。孙寡妇把灵狐看得比儿子重，搬摊能闹到宗主面前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改？改，你负责整改，我负责支持。他们要是来护法堂闹呢？那还是慢慢改，一件一件来。一场来自科技文明的仿式改造即将开始。宗门大比一旦用上这些东西，就再也藏不住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其他宗门会来抢、偷、抢、收买弟子，派人潜入，什么手段都可能用。确实防不胜防。与其等他们来偷，不如我们自己卖，卖给其他宗门。只有天眼宗有货，价格由我们定，规矩也由我们定。韩长老，给我们留2台热成像仪，价钱好商量，千万别断货。你打算怎么卖？在宗门山门附近另建一座商场。商场？几层高楼，分区经营，明码标价，专卖蓝星科技产品。其他宗门想要，就带着零食，老老实实来谈。欢迎光临。我还是不进去了。让宗门弟子当售货员，你是认真的？很认真。买东西的修士还要吃饭、住宿、交流消息，一座商场就能带起整条商业街。你这是想把各大宗门的灵石全留下来？有问题？没有，走去见宗主。蓝星凡人无法修炼，其他方面却已经走在元阳阳界前面。商场计划准了，多询问赵小凡，他身处蓝星，更了解科技产品。蓝星凡人怎么这么多怪病？什么都吃，还往食物里加科技与狠活，能不出问题？科技与狠活是什么？您就理解成炼丹师胡乱加辅料。辅料怎能好看好吃乱加？蓝星人主打好吃就行，能不能活到90以后再说。赵小凡，宗主批准了商场计划。真要开商场？我支持，但有个问题，没钱。你上次不是拿回600多万吗？1万对对讲机就花了1半，其他设备也不便宜，靠我每天看10几个病人，得看到猴年马月。而且这些设备都要充电，没电以后就是一堆铁疙瘩。不能配充电设备吗？可以，但发电机、充电器、转接头每一套都要钱。所以最大的问题还是钱。天眼宗这么大，难道还在凡人世界挣不到钱？小子，除了看病，还有没有来钱快的办法？有，而且很多，不过都写在刑法里了。刑法是什么功法？不是功法，是被抓以后用来判你多少年的律法。赌石能赚钱，但每次都中，傻子也知道我有问题。突然知道几座大矿的位置，他们先查我，不会先给钱。那用隐身符去金库呢？老夫只是随口一问，没有痕迹，就是最大的痕迹。异常多了，蓝星一定会追查。你担心他们发现你来自异界？对，钱可以慢慢赚，但元阳区绝不能暴露。任何可能暴露你的方案，宗门都不会采用。蓝星的东西在元阳界价值极高，
那元阳界的东西拿到蓝星，应该同样值钱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300块的对讲机都成战略物资，元阳界的东西不得被抢疯？你觉得卖什么合适？灵石绝对不行，任何含有灵气的东西都不能卖。为什么？灵石一旦被实验室检测，马上会发现未知能量，他们会追查来源，甚至可能找到空间裂缝。灵石、丹药、符箓全部排除。不带灵气的妖兽骨头，容易被当成未知生物化石。修士用过的兵器，材料解释不清，还是会被查。究竟什么东西能卖高价，又不会暴露2个世界？长老，我好像想到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堂堂修仙者到了凡人世界，怎么反而夹着尾巴做人？李长老，你对蓝星凡人的战争能力真的一无所知。一群没有修为的凡人能有多厉害？现在的战机隔着几千公里，就能让武器自己飞向目标。几千公里？元婴修士也打不了这么远。这叫核弹，一颗就能摧毁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。那个，谨慎一点是对的。不觉得我们长凡人志气了？老夫刚才是在测试你们的警惕性。我想到了，古董。蓝星人喜欢年代久远的器物，几百年的瓷器就能卖出天价。元阳界最不缺的不就是老东西？杂衣堂后面的铜鼎都几万年了吧？其中一个现在还在垫水膏。上古小门派遗址出土，至少6、7千年。在蓝星，这可能是国宝级文物。这样的库房里还有几十件。这么重？慢点，一件一件来。先给你8件，库房里还有几十件。这叫先给一点儿。老家翻出来的老物件，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。小王呢？家里有急事，接完电话就走了。这几个字母是经脉编号。少说话，验你的药，大哥只是还没适应。这么漂亮，不像来看病，像来找人的。你的助手呢？家里有事，忙不过来也得看。7、8年的腰疼真的没了。腰椎压迫右侧神经，病程8年，保守治疗无效。明白。我走了。今天谢了。不客气，我明天再来。3甲医院主治医师天天来给大哥打下手，这药没晚吃了。怎么最近的人都喜欢拿东西打赌吃？器形从未见过，纹路也不属于现有考古体系。包浆和锈蚀非常自然，不像现代仿品。老家翻出来的，有没有收藏价值？这不是任何已知文明的文字。立刻联系青铜器、古文字和年代检测专家。赵小凡并不知道，那句老家翻出来的，已经惊动了整个古董圈。包浆自然，锈蚀层次也对，不像现代仿品。商周青铜器图录里根本没有这种器型。鼎底是铭文吗？为什么一个字都认不出来？这器型不是商周，也不像任何已知体系。纹饰陌生，铸造方式也陌生，可这种锈蚀至少经历了数千年。不要清理器物，也不要使用化学验剂，请尽快联系我。顾老师都来了，这位可是青铜器专家，不就是宗门库房里的破鼎吗？要是能卖100万，咱们是不是发财了？这人想当面看看。大哥，小心骗子，先说免费鉴定，回头就收鉴定费。强哥，你怎么这么懂？以前催收的时候见得多。都是过去的事儿，我现在是好人。请问您就是帖子里的楼主吗？是我，东西还在。千万别刷洗打磨，也不要再用手碰锈蚀面。已经摸过很多遍了，摸了很多遍，还在仓库里落了几百年灰，应该摸不坏。这老头看起来挺专业。就是他。老家翻出来的。锈蚀自然渗入胎体，不是酸腐做酒，内部还有长期埋藏形成的矿物结晶。你确定这是家里传下来的？老家仓库里还有几十件，
多少？几十件吧，没仔细数。年轻人，你知道这东西如果是真的，意味着什么吗？值很多钱？钱是最不重要的部分。如果它真有6、7千年，能证明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完全未知的文明。宗门扔在角落的破烂，还能改写历史？铜锡铅的比例很古怪，和现有青铜器完全不同。那能卖多少钱？我现在没资格给他估价，专家都没资格。正式检测前，不要继续发照片，更不要出售。会不会查到我？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不会透露身份和地址。怎么可能？老顾，这么晚出什么事了？我发现了一件可能会改写古代文明史的青铜器，明天带检测团队秘密来绿藤市。赵小凡并不知道，一支国家级文物鉴定团队正在连夜赶往绿藤市。师弟，让一让，别碰坏了我的即时传讯法器。不就是个黑疙瘩吗？喂，公共频道听得到吗？听见没有？黑疙瘩会说话，你的会吗？有没有师兄在？炼气4层冲5层，灵气堵在丹田不动怎么办？硬冲！修炼之人就要勇往直前。你闭嘴！上次你硬冲，在蒲团上躺了半个时辰。别硬冲，先把灵力散掉，重新运转周天。师兄说的好有道理，可我还是不会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教你。后商药铺，有点远，你用对讲机教他不就行了？对啊，你照我说的做。我炼气9层，我说的肯定对。行，你炼气9层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一夜之间，天眼宗拥有了元阳界第一个大型无门槛语音群聊。不需要灵力，实力即时通话，还能千人联动。这不是玩具，是能改变宗门战争的战略神器。以前觉得你挺高级，现在一看，你连群聊都进不了。天眼宗获得无灵力即时传讯法器，可覆盖10里，千人同联，战略价值无法估量。通行。大型群聊刚建立，竞争宗门的情报群也连夜开张了。今晚的战堂内门弟子蒋龙，魔灵门探子，藏心阁执事梁瑞，金丹初期，在宗门待了快200年，黑煞宗的人。200年，比不少长老入门都早。碧露峰真禅弟子李玉，筑基巅峰，背后是谁还在查。所有飞出宗门的传讯预件都会先经过拦截阵。之前的情报为什么没有全部拦下？全拦了，探子就知道线路暴露了，留着他们，偶尔帮放点真假参半的消息回去。所以他们以为自己在监视宗门，是宗门在利用他们误导他们背后的宗门。但今晚这3条不能放，他们已经猜到这些东西来自外界，异界的事必须严防死守。传讯可以拦，人却拦不住。那就让所有人都出不去。宗门大比之前，暂停一切外出任务、探亲和轮休，没有宗主手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宗。不能下山了，我跟仿师卖丹药的姑娘都约好了。师兄，你不是说下山买功法吗？功法也可以是个姑娘的名字。请问是赵小凡先生吗？王建国因涉嫌持刀故意伤害，目前正在城中分局接受调查。大哥，谁的电话？王建国用刀捅人被警察抓了。谁？王建国。就那个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给击打针都要先道歉的王建国。有人堵住我女儿，掀她裙子，还拍照片发班级群。学校调解的时候，对方家长说是我女儿招蜂引蝶，我没忍住。伤得重吗？美工刀扎到肩膀，没死人。你动什么刀啊？回来告诉我们，有的是文明办法收拾他们。我说的文明办法，肯定合法。赵叔叔，我爸会不会坐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会帮他。秦队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原来是你，保险柜里一直没想好怎么用的东西，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。秦叔，刚才谁给你打电话？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那个年轻人，赵小凡。他身边那个王建国惹事儿了。那你得帮帮他。伤人就是伤人，动了刀性质不一样。可一个父亲能气到在老师办公室动手，对方说的话得有多难听？现在可应该放矢。很麻烦。伤者姓钱，在绿藤市做了20年建材生意，和市里一些部门关系不错。他已经放话要让王建国把牢底坐穿。别急，你不管？赵小凡只让我查背景，
还说其他事情他自己想办法。你不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吗？一个没身份、没行医资格的年轻人，能把死人救活，还能一个人打服4个混混。打服之后还收成小弟了。这个年轻人绝不只是会看病那么简单。大哥，秦队怎么说？对方姓钱，做建材生意，在绿藤市很有关系。他想让王建国把牢底坐穿。这种老板不好惹，我以前跟刀哥混的时候，见到他们都得绕着走。先去医院谈，该赔钱赔钱，该道歉道歉。你爸的事我们会处理。钱老板，王建国的朋友。你是谁？今天他动刀伤人是他的不对，医药费赔偿道歉我们都认。这件事能不能私了？私了？他拿刀捅我老公，你们说私了就私了？钱，我们家缺你那点钱吗？你还有脸来？你害我们家还不够吗？你血口喷人，事情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大晚上的吵得大家都没法休息，像什么样子？就是啊，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我懒得跟你们这群人废话，走，太过分了吧！赵小凡，对讲机出问题了。第一批对讲机成批失灵，应该是你说的电用完了。长老别急，明天我就买充电设备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那边怎么这么吵？你是不是在凡人世界待久了，忘了自己是什么人？我是天眼宗弟子。你是修仙者，修仙者处理这点事需要跟他们吵半天吗？长老，那该怎么办？他那边怎么了？跟凡人讲道理，连话都插不上。他从小待在杂役堂，只会砍柴挑水，没经历过这些也正常。办法已经告诉他了。闭嘴！你男人已经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敢咒我老公？钱林，我会一点医术，所以呢？你身体里藏着病根，已经很深了。照现在这样下去，活不了多久。我每年都做全身体检，上个检查过，各项指标正常。你想吓我，好让我同意私了？几天前，这家医院的仪器也显示一个女警已经死了，最后我把她救活了。前几天体检确实有个宣布死亡的女警被救回来了。我妈那天就是她吧？真的是她。林姐，上次救活女警的人来了，现在就在6楼609。盯住他，我马上到。也许你确实懂点医术，但我更相信体检报告。那就打个赌，赌什么？1个时辰之内，你身体里的病就会发作，到时候看看你的体检报告能不能救你，医院又能不能救你。大哥话已经说清楚了，再待会儿你男人真出事儿，人家连死人都救活过，可别跪着求助我呢。这局稳了。听说那小伙子真把死人救活过，敢当着这么多人说1个小时内发病，肯定有把握。刚才他老婆多横，现在不也不敢吭声了。林姐，事情我都打听清楚了，王建国女儿被欺负，他一时冲动拿刀伤人了。王建国今天没去赵小凡那里，就是因为这件事儿。对，钱家不肯和解，还说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赵小凡说钱林病根很深，1个时辰内一定会发作。他真这么说？就是这位林医生，上次他们都说女警没救了，是我大哥把人救回来的。林医生，真有这件事儿？你就这么确定他1个时辰内会发病？确定，一点落差都没有。你在我那里看了2天，还不信我的医术？钱先生，他的医术确实很特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建议你立刻做一次全面检查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现在同意不再追究王建国的责任，我马上替你治病；第二，坚持追究，等病发以后，医院治不了，你再来求我，到时候条件不变，但试粮费要另外算。你就这么确定医院治不了？你先别说话，我再跟他谈。我们现在就检查，我不信这么大的医院查不出来。我承认你的医术很特殊，但你也太小看现代医学了。医院的仪器确实厉害，我的本事也不是万能的，只是恰好能治他。血常规、生化全项、心电图、心脏彩剖，1个都不要漏。大哥，他们要是真查出病来怎么办？查不出来。啊！钱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真发作了！过去多少时间？他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心率过快，脉搏细弱，马上送急诊。让他治，快让他治！家属决定，送急诊还是让赵小凡治疗？让他治，听老钱的，只要能救人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王建国的事呢？不追究，我们出谅解书，彻底不追究。治疗费呢？给，多少都给。退回病房，所有人出去。我要留下，我是医生，也能帮你。不行，为什么？祖传手法，外人不能看。我不看手法，只记录生命体征。刘强，守住门，谁也不许进。放心吧，大哥，苍蝇都别想飞进去。救我！越容易治好的病，越不能治得太快，否则病人会觉得这钱花的不值。太吵了！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肯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，神医时针当然不能被打扰。
医院年年体检没查出来，人家看一眼就知道，老祖宗留下来的医术真不是机器能比的。魏院长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老钱没在这里体检，这么严重的病，医院一点都没查出来。常规体检只能筛查时期病变，都救过女警的年轻病人。已经治疗多久了？用了什么方法？不知道，他把我赶出来了。类心室、腰椎病、慢性顽疾都是各家医院长期治不好的病，到了他手里，10几分钟就能明显缓解，甚至直接痊愈。他的治疗方式不合任何线的理论，但效果都是真的。你说我们正式聘请赵小凡担任特邀坐诊医师怎么样？小林，赞加关注，下期教你如何拒绝职场画饼。做了40分钟，这个病还挺累。我怎么了？刚才疼得太厉害，自己晕过去了。不疼了？你是稳住了，并不是一天形成的。要想彻底根住，还得慢慢治疗。谢谢赵医生救命。先别急着谢，亮姐说我欠这万我也配合，我要还抓着不放，那还是人吗？诊费呢？50万，行不行？行。口说无凭，现在写谅解书。有纸和笔吗？有，我这种出来混、出来办事的人，纸笔都是随身带的。刚才人家老底坐穿，现在命保住了，不也得签字？刘强收好，再把银行卡号告诉他。明白。赵小凡先生，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姓魏。有什么事儿？你的医术非常了不起，还行。我们医院想正式聘请你担任特邀坐诊医师，不需要打卡，也不需要每天坐班。医院给你配独立诊室、护士和挂号渠道，资格和手续问题我们负责解决。你只需要看病，诊费按照约定分成。20多岁的特邀医师，连资格证都没有，院长就敢直接请？魏院长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你不感兴趣？王建国还在分局，我得先把他的事处理完。医院的事不急。三甲医院的邀请拒绝，为了先救朋友，连特邀医师都顾不上，这人重情义。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。他在小院里给人看病时，比今天话还少。明天你去找他时，替我带句话：医院的诊室永远给他留着。大哥，今天真不接诊了？不接，先办正事儿。大哥，咱们今天买多少充电设备？够1万对对讲机用。那得买多少？很多。这句不能再在一家不第二时了。说，上次一口气买1万部对讲机，老板看你的眼神跟看军火商一样，分开买，多走几家，每家买一点，不容易引人注意。有道理。晒太阳可以发电，白天储存，晚上也能给对讲机充。500个。你要多少？500。你要做什么的？开安保公司的。这种大容量充电宝300个。对，业务做的比较大。这款户外电权200。还是安保公司？公司扩编了，普通插线板1000个，带通用接口的500个。你们安保公司涉及公司机密，不方便说。今天的货都齐了，都是些应急的玩意儿。大哥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别谢了，以后好好做事。500个太阳能充电设备搬哪里？300个充电宝，200台户外电源，1500个插线板，谁签收？强哥，你确定这是安保公司，不是准备建电厂？少说话，多搬。大哥，你忙你的，外面交给我们。你们也发现了吧？发现什么？大哥买回来的东西会凭空消失，那些药丸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大哥给人看病用的也不只是医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哥身后可能真有一个隐世宗门，不管真相是什么，我们都必须帮他守住秘密。你说的对。林医生，今天大哥不见人。魏院长让我送正式药和特院毡蛋吧。东西交给我，我转交。他在里面做什么？不知道，大哥的事我们从来不问。周长老，充电设备全部买来回来了，赶紧传过来。这些东西怎么用？看到黑色的板子了吗？放到太阳下面，充电设备到了，可以把阳光转化成电。马上到，产输电，输出电，老夫就能真正搞明白蓝星凡人究竟是怎么驯服天雷的。赵小凡，这东西怎么用？长老，这是一套完整的充电系统。太阳能板放在阳光下，能够把太阳光转化成电，再通过数据线把电存进充电宝或者户外电源。储存电？对，零时储存灵力，充电宝储存电，意思差不多，就能继续使用。从阳光里取电，将电存进容器，需要时再放出来，就像把河水引进水库，想用的时候再开闸。长老，这个比喻很准确。蓝星凡人没有灵力，却能把光变成电，把电存起来，再驱动万千器物，环环相扣，产生这不是一人一时的灵光冒险，是无数人一代代积累出来的体系。周旋，剩下的东西你负责分发。你去哪儿？研究电。别拦了，不把电弄明白，他今晚不会睡觉的。各方各堂注意，充电设备已经送到，派人来镇法庭领取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收到，我们马上到，给我们多留几套，我们封对讲机最多。离得远，离得快要时间，救援也要，昨晚巡逻到一半，对讲机全黑了。排队，谁敢插队，扣谁1半充电设备。周长老，我们的对讲机不会真坏了吧？只是没电。我昨晚还往里面输灵力了，然后呢？冒了一股烟。从今天开始，任何人不准往蓝星设备里灌灵力。
确实有能量流动，温和、稳定，能够控制，与狂暴天雷完全不同。比阵法纹路还细。电学之道深不可测，其理玄妙，其用广大。一介凡人无灵力无修为，却能训电为己用，成就不输修仙界万年积累。建议宗门选拔弟子，将其与阵法炼器结合，此乃天眼宗万年大计，不可迟疑。柳长老贴立专门学科研究蓝星科技，各位说说意见。我反对。放着生障是修炼和阵法不学，研究修真的东西，岂不是舍本逐末？缺什么让他买回来便是，何必浪费宗门弟子去研究？张长老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假如有一天赵小凡死了呢？或者他暴露身份，被蓝星官府抓走，再也无法传送物品，对讲机坏了，无人会修，无人机没电，无人知道怎么办，所有设备都会变成废铁。难道天银宗的未来要永远压在一名炼器3层弟子身上？我支持柳长老，有了对讲机、无人机和热诚相依，战堂有信力在宗门大比夺第一，那就值得学。凡人的东西说出去也许不好听，但是还是实力重要。蓝星没有灵气，没有势。我万里传音的手机，这份文明积累值得我们学习。不贤者向凡人学习不丢人。蓝星凡人没有法术，却驯服力电，除我们朝以下，我们还真正的坐井观焉。柳元基的提议，责任人借手令黑地做给小组。蓝星传回的设备，除必要使用外，全部送去拆解研究。谢宗主。柳长老，这东西怎么用？注入一丝灵力，玉牌便会自行启动。将它对准蓝星之人，里面封存的神识会采集语言文字的底层信息。被扫的人会有什么感觉？神识扫描，又不是拿棍子打人，能有什么感觉？先扫谁呢？文化最高，应该比较经得起折腾。谁买的破烟？烟灰这么长。长老，扫完了，他们完全没感觉。把玉牌传回来。语言、文字和思维结构采集完整，现在可以买书了。都别忙了，跟我出去买书。什么书？很多书。与赵小凡相处久了，他们学会了一条生存礼则：大哥要买什么，帮忙搬就行，问了也听不懂。大哥，你具体需要哪方面的书？你从小到大都学过什么？幼儿园是识字卡片、看图幻册和儿歌，初中开始学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自然、历史、地理和英语，高中内容更深。我读的是医学，大学例题解剖、病理、药理那些。对，还有内科学、外科生理学。那就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整套全部买齐。整套买齐，全部得有多少本？先买10套。10套！果然是给隐士宗门买不过分。大哥背后肯定有很多人，他们以前不会连小学都没上过吧？去新华书店吧，那里教材比较全。这么多。这些全部都是书。对，这只是一家普通书店。此地宗藏经阁积累已久，一想就不外于藏经阁。一家凡人层的书店，比宗门藏经阁还大。而且类别极多，分类越细，代表研究的越深。这些书不是功法，更不是某个强者的毕生传承。蓝星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书店，有些比这里还大。各位长老，而且实体书只是很小一部分，互联网上还有电子书和数据库，一个人穷尽一生看不完。不到100年换了人间，老夫现在信了。赵小凡，你准备买哪些？从识字算术开始，直到大学的专业教材，小学6年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大学通常4年。若能把这套这7行，这也太慢了。而修士神识强大，过目不忘。天眼宗或许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实现蓝星数十年的积累。长老，学会知识和建立一个文明是2回事。手机不是一个科学家独自造出来的，矿石需要人开采，零件需要人组装，运输和维修，设备生数维护小组建就一部人急交动。手机怎么造，和一个文明真正把手机造出来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你的意思是宗门的人手不够？天眼宗总共也就1万多人，在蓝星1万人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乡镇人口多。蓝星有几十亿人，科研、工程、生产、教育、医疗、运输，每个人负责一小部分，最后共同撑起整个文明。就算灵长生出研究见解，天眼宗真正能够参与研究的人，满打满算不过100人，是鸿沟。这已经不是差距，是鸿沟。你只靠一部手机，短短2个月就成长成这些手。那么蓝星之人变成世界最普通的凡人，放在元阳界是否也算人才？这在向上了。蓝星化身出一道核弹，元阳界确实是凡人向上走，从灵气衰退炼虚已经成为传说，他们只用了不到100年，化身也越来越少，始终只有极少数修士。柳长老，在。如果我们将元阳界的凡人也纳入科技研究体系，宗主，您想让凡人参与宗门研究？蓝星的凡人没有灵力，却能造出手机、飞机和核弹。元阳界的教育、分工和机会，谁又敢断言？他们永远都能做。天意宗学习蓝星科技，不能只教修士，不够，先买100套。宗主可能得叫辆货车。这纸薄如蝉翼，
却洁白均匀，没有半点杂质。咱们藏经阁最好的玉竹纸，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粗糙。不只是纸，你看上面的字，同样的排版，每一本都分毫不错。这不是手抄，是用机器一次印出成百上千。书名、图案、作者和出版信息全都印在同一张封面上，章节、小节、页码一层层排列，想查什么看一眼就能找到。要是藏经阁的书也能这样，找一套阵法不用翻半个月。还有一本书的核心内容被压缩在几页表格里，需要时直接查，不必从头翻起。字大行稀，内容简单，这是给刚识字的孩子看的。从1+1到这些高深公式，中间隔着10几年循序渐进的学习。元阳界没有这种体系，经脉、灵气、功法全挤在一起。看懂了叫悟性高，看不懂便说弟子资质差。看来这是他们的旗字，旗帜升起时，孩子要行礼，也在教孩子认同现所属的这种归属是从小培养。蓝星能加入归属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他们只是进了宗门，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天眼宗人。写进弟子的第一本书，文渊长老整理宗门历史，开山祖师历代前辈、宗门宗大节和传承教训全部写进去，书名就叫《天眼封人须知》。以后新弟子入门拿到的第一本书不是功法，而是这一本。不止新弟子，现在宗门所有人人手一本。老夫领命。诸位，看看这段。这些话是蓝星古人在没有电梯、没有手机、没有飞机、没有核弹的时代写下的。这不是科技，是智慧，不离其宗。天眼宗如今学习科技，重用凡人，变化再大，也必须知道自己的根本是什么。老夫把本末弄反了。天眼宗的根本是宗门强盛，弟子有前途，道统能够延续。学习蓝星能做到这些，那学习就是守着不动。将这段话抄录下来，传给各峰各堂。今日议事内容一并整理存档，后世弟子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改变。大哥，这真是几千年前的古董？真的？从哪儿来的？你们不是早就在猜吗？今天我告诉你们，我背后确实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宗门。宗门存在了很久，所在之处你们找不到，名字也不能告诉你们。他们几千年没有接触外界，所以留下一批古老器物，很合理吧？合理，太合理了！我早就知道的不是普武高手，普通故事的手指不怎么可能发光，那分明就是知道的多就少说话。之前消失的对讲机、充电设备和教材都传回宗门了。宗门与世隔绝太久，发现外界不到100年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，所以他们决定学习科技，实现现代化。隐世宗门也搞现代化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必须与时俱进。宗门需要购买大量现代设备，所以需要很多钱。没错，靠看病挣钱太慢，所以宗门送来一些让我在蓝星出售。但宗门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，你们4个是蓝星仅有的知情者，谁把秘密泄露出去，后果不用我说。我刘强对天发誓，今天听到的话烂在肚子里，带进棺材。俺也一样，说出去就让我吃饭噎死、打牌、止水抗死。能不能发点这有出息的毒誓？对我来说已经很毒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你们，但秘密太大，光靠发誓不够，把药吃了。大哥救过我们的命，也救过小王，只要我们不背叛，大哥就绝不会害我们。没味道，跟糖豆似的。这不是毒药，是宗门控制叛徒的一种手段。只要不背叛，他永远只是摆设。好好替我做事，以后也不是不能教你们一点鼓舞。大哥，我刘强因为宗门全面实现现代化，俺也一样。李长老随手搓的补气药。行了，别喊口号了，先想办法把古董卖出去。小王，你读书最多，这件事你有什么建议？大哥，这东西不能直接拿出去卖，几千年的真古董才更麻烦，还卖不了。正因为是真的，在市场上很更麻烦。说是祖传的要有传承记录，说是海外回流的也要有证明。那怎么办？宗门的宝贝砸手里了。论坛上已经有人主动找上门，说明东西有人认，也有人想要。这个老宋是民间收藏协会理事，说能请青铜玉器专家，让他们来找我们。对，古董这行们越不着急，他们越觉得东西珍贵，也不要让买家随便压价。这我懂，钓鱼差不多，那就联系老宋，让他带人来。老宋说明天下午可以过来，还会带2位专家，不能约在诊所，也不能约在这里。城东有家茶楼，老板是我朋友，包间安静，嘴也严。死也严，就定在那里。几千年的古董说拿就拿，大哥背后总的宗门到底多有钱？别乱问，忘了刚吃的药了。小童，谁欺负你了？他们还在说我，说爸爸坐牢了，说我是坏人的女儿。他们把我的书扔进垃圾桶，我去找老师，老师说他们不承认，他也没办法。钱林那个儿子还没长记性，那天只收拾了他爹，漏了这个小畜生。小王，小童的事不解决，你也没心思替我办事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好，大哥，你准备怎么办？绿藤市教育部门周大哥，这账册是从刀哥保险柜里拿的。学校不管，那就找能管学校的人。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这件事儿人多了反而麻烦。明天正常去上学，叔叔保证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。住手！老师，他们把我的书扔了。他们不承认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怎么出来的？
我连续做了2次一模一样的梦，每次醒来都坐在客厅。你是不是梦游了？我从来没有梦游。客厅不是有监控吗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老周，你是不是招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别胡说，要相信科学。我怎么也出来了？那个女孩是不是来找我们申冤了？王晓彤同学，叔叔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明天一早我亲自去学校欺负你的学生，该出管事的老师该问责问责，叔叔说话算数。教育部门老周，哪位？你们学校的王晓彤，明天早我亲戚犯的坏 PO 发进班级拉学，校长、教导主任、班主任、涉事学生和家长，一个是你，这不能少。明白，我立刻安排。本来还准备了后手，看来用不上了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大哥，事情处理怎么样？赵叔叔，去学校吧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。谢谢赵叔叔。这孩子跟人说我收了太学去，跟着大哥好好干，以后都会好起来。好了，先干正事，今天就要到了。老宋和那几个专家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这些东西究竟来自哪个文明。大哥，这间包房今天不接外客，窗户还能看见后巷。行。请进。大哥，这位就是论坛版主老宋。赵老板，幸会。这位是陈远山陈老师，研究青铜器30多年。这位是李老师，专攻古玉。这么年轻。赵老板，照片毕竟只是照片，不知道今天能否让2位老师看看实物。东西就在这里，几位请便。锈层深入胎体，没有酸腐痕迹，泛线垫片痕交口位置都对，这种东西仿不出来。比同体积的和田玉更重，入手微凉，玉质也不属于我见过的任何一种，没有半点土腥气，元气应该是圆形，可能是玉璧，也可能是某种从未发现过的礼器，这是好东西。青铜鼎的器型、锈蚀和铸造痕迹全部对得上，东西是真的，但问题也在这里。可这种文物不在任何已知谱系之中，我能确定它是真骨器，无法判断它属于什么年代、什么文化。陈老师，这对出手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坏处是它来历不清，文化归属不明，正规拍卖行根本不敢碰。玉器呢？包制及其展览不驻在，都至少我从未接触过。赵老板，这3件东西您准备怎么处理？您有什么方案可以直说。青铜鼎300万，玉器残片80万，陶锻50万，3件合计430万，可以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王先生不再考虑考虑？宋老师给了诚意，我们也不浪费时间。430万，拿上来吧。430万，点一下。可以了。赵老板，以后还有这种东西，随时联系我。有需要我们会联系宋老师。大哥，430万啊！先回去，一人1捆，拿着。大哥，这太多了。不是奖励，是给你们安家的。家里有老有小，手头宽裕，做事才能踏实。大哥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我活了20多年，大哥，谢了。自己人不说这些。周长长老，古董卖出去了。卖了多少？3件，430万。多少？430万。那些扔在仓库里的破烂，真能换这么多钱？好，好，好！宗门继续给你送古物，无人机、冲击钻、热成像仪，还有充电设备，继续大量采购。明白。这不科学，看见没有？这种古董，宗门多的是。大哥，你们宗门也太厉害了。大哥，宗门还烧人吗？刚拿到10万块，就开始惦记拜入仙门了。我就是问问。刚才看见的东西，听见的声音，从今天开始全部烂在肚子里。如果外界知道这里我们亲眼看见，是把我们真正当成了物，但这份信任不是让你们拿出去炫耀。还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宗门不断送出古董，是我们秘密。但是第一个得倒霉的不是大哥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是我，打死我也不说，记在心里就行。现在去买东西，无人机、热成像仪、冲击钻，宗门还等着用。希望刚才的判断没有错。段老板，东西带来了，先进来喝茶。茶有什么好喝的？赶紧开箱啊！看东西吧。陈老师，
您的判断呢？青铜鼎的杏石、范县和簸箕全对，是真骨器，但器型和纹饰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考古文化。玉器也真，材质罕见，青色自然，工艺从未见过。人眼会犯错，机器不会。你这儿比不少博物馆的检测室还全，东西来路特殊，设备自然得齐。玉料的主要成分正常，怎么了？但一种稀有元素的含量是普通玉料的几10倍，还有2种成分，数据库无法识别，连仪器都不认识。这套数据库收录了国内外大量矿物样本，查不到，要么是从未发现的新矿物，要么根本不来自已知矿脉。3种完全不同的材料，都含有数据库没有的成分。对，测年代12000年，多少？距今约12000年。青铜鼎16300年左右，陶罐16010年左右。16000的玉器也不可能有这种加工进度。机器是不是坏了？3件东西分别测了2次，如果中间坏了，无给都坏的这么一致。那这单生意还做吗？做，东西是真的，就值得说。以后赵老板还有同类古物，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我想再见一次那个年轻人。还要看东西？我想看的是人。大哥，这次买多少？工业无人机和热成像仪各50台，冲击钻2000个，太阳能充电设备和大用量充电宝各1000个。大哥，宗门是8000个冲击钻。前期先买这么多，1万对讲机都买过了，2000个冲击钻也不算夸张。大哥，宗门到底有多少？我闭嘴。强子，这次要多少？工业级冲击钻2000个，200个，2000台不能按散客算，你完成年度任务有返点，这次少赚一点，以后还有更大的单。你们究竟干什么工程？公司机密，成交。以后采购谈价你负责。得嘞，大哥，充电器1000个，充电宝1000个，户外电源500台。你们安保公司人数又增加了，业务扩张不方便透露。工业级无人机，续航长，途传远，还带热成像，买最好的，50价，报批发价，别拿散客价糊弄我们。探测距离远，支持拍照、录像和移动设备连接。50台，长期合作，价格给到位。大哥，今天我至少帮宗门省了30万，干得不错。这是什么歌？叫《明月天涯》。单曲循环。好。大哥怎么了？别说话。炼气4层。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把这首歌下载给我，马上下载。炼气4层是什么？这肯定比3层厉害。大哥不是练鼓舞，他是真的在修仙。周长老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突破了。突破什么？炼气4层。你在无能期的蓝星突破了？对。怎么突破的？听歌听突破的。赵小凡，把那首让你突破的曲子传回来。是，宗主。小王，小王，那首歌怎么下载？大哥，哪首歌？车上那首《明月天涯》。大哥，你到现在还不会下载？少废话，赶紧教我。宗主，弄好了，我直接把手机传过去，歌就在里面。收到了。女的，听声音还是个很厉害的女的。赵小凡，宗主我在。你的手机怎么看起来比我的好看？宗主，我这部是小弟帮我买的，价格可能稍微贵了一点。这首曲子怎么播放？点屏幕中间那个三角形，对，就是那个。我江湖小众，也听过天一门的正宗雅乐，可这一首不一样。天一门的曲子，而这一首是让人想动起来，想提剑，想下山。这首是曲子让人行，它没有增加赵小凡体内的灵力，它推开的是赵小凡心境中的那扇门。因为可能低阶弟子，蓝星音乐在蓝星境内。蓝星还有多少这样的音乐？如果新弟子新进，宗门未必服用丹药差。决斗能签听，只必须认真研究。赵小凡，宗主我在。蓝星所有可能对修炼有益的音乐分类整理一批，古风、热性、纯音乐以及其他类型全部都要。宗门逐一测试，有效的留下。明白，我马上办。还有一件事，
宗主请说。你这个款式的手机也给本座买一部。是，明天就买。阿东，大哥有什么吩咐？去买一部女士手机，外形要好看，配置要高，给宗主用。让我去给宗主挑手机，还不赶紧去！别怕花钱，宗主用的东西必须上档次，买最好的，最好的。宗门还要收集大量音乐，类似明月尖牙的歌曲非常多，一首一首摘选太慢，可以按照古风、热血、纯音力等类别成批下载。就这么办？还需要买大功率，肯定不少。一部手机只能让几个人听，一台大功率音响却能覆盖，省钱也省事。小王，你这个主意不错。阿西，按这个型号先买10台音响，我这就去。小王，你考虑事情越来越周全了。大哥做的事情太大，不多想几步很容易出问题。大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问。刚才在车里我查过了，练气是自己脱气突破了第一个境界，所以大哥你不是练鼓舞，你是修仙者，对吧？赵小凡，你不是说蓝星没有灵气，无法修行吗？这个王建国为什么会知道修仙和炼气境界？宗主，这边的人虽然不能修仙，但他们有只有仙侠小说、电影和电视剧。对，凡人自己编出了修仙。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，还有8仙、封神、白蛇之类的故事，已经流传了几千年。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，在蓝星网络上随处可见。我们连境界名称都知道。不只是境界，阴阳五行、丹田、经脉、神识，蓝星的神话和小说里都有，但大致框架很像。这不可能！凡人可以忽略到从未见过、未听过的事物。蓝星的蓝星国人能留下如此完整的修仙传说，只能说明推测再多也只是推测。蓝星曾经有没有修仙者，试一试便知道。宗主准备怎么试？蓝星若真出现过修仙者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留下，法器残片、阵法黑迹、灵石残渣，总该能找到。赵小凡那里待了这么久，从未发现半点灵力波动。可也许先查蓝星神话，去那些传说中神仙出没的区域寻找。不必这么麻烦，传一颗测灵珠过去，灵气会枯竭，功法会失传，修士也会陨落，但灵根会随着血脉一代代传承下来。办法简单，也不会引起太大动静。若连一个灵根都测不出来，之前的推测便可能只是巧合。赵小凡，接好了。火木水土，唯独缺金。难怪到了蓝星，不是在挣钱，就是在挣钱的路上。你猜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修仙者，我背后的宗门也是修仙宗门。原来不是鼓舞，真是修仙。强娃子，出啥事儿了？妈，你明天去山上看看咱家祖坟。看祖坟干什么？看看有没有冒青烟。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没喝，我清醒得很。你儿子这回真的撞上大运了。既然修仙是真的，那些神话传说也都是真的。这个以后再说，先把它握住。这是什么？测灵珠。有灵根才能修仙，没有灵根再努力也没用。怎么样？4灵根，火木水土，缺金，跟我一样。4灵根算什么水平？宗门里最差的资质之一。大哥，我也试试。也是4灵根，缺土，还是最差。对，哈哈哈哈！我最差就最差，什么都是最差，也不差这一回。2个凡人，2个都有灵根。元阳界凡人出现灵根的概率万中无一，这比例明显不正常。也可能只是有灵根的人恰好聚到了一起。大哥，宗主的手机买回来了，银白色机身，金色边框磨砂玻璃，最新款，店里最好的。不错，你们2个过来。3条，这小子比我们少1条。3灵根，宗门里算中下资质。哼，中下而已，你骄傲什么？4灵根最差，最差没事，反正我跟着大哥混。4个人，4个都有灵根，再测一个。如果还有，就不能用巧合解释了。赵小凡，再找几个人测。爸，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教育部门的周亲自来了，他当着校长的面给我留了电话号码，说以后有事儿可以直接找他。欺负我的学生被处分了，原来的班主任也被换掉了。好，处理了就好。赵叔叔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好好学习。赵小凡，测他。小童，帮叔叔一个忙。好。把这颗珠子握住。怎么这么亮？天灵根。赵叔叔，我做错了吗？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大哥，天灵根是什么意思？天灵根是最高等级的修炼资质，天眼宗近万名弟子，年轻一代几乎没有阻碍，未来甚至有希望成为元婴修士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最差4灵根跟小童根本没法比。没法比。哈哈哈哈！我刘家祖坟不是冒青烟，是着火了。小童，刚才发光是什么感觉？手心暖暖的。天灵根这么厉害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能横着走？你是螃蟹吗？还横着走？5个人，5个都有灵根，其中还有一个天灵根。蓝星有几10亿人，也追满难分是仙丹的修炼。小童也做10亿的人。蓝星，小童有这么好的资质，你能教他修仙吗？大哥，赵小凡，那个孩子宗门要了。弟子知道了，宗主。宗主，那就是我大哥宗门里最大的那位。宗主好，刘强向您行礼了。我是大哥的小弟，以后宗主有任何差遣，我刘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王建国在。王晓彤天资极佳，本座决定收他为亲传弟子。
王建国替小女谢过宗主。成了，小童真要修仙了，天灵根得叫小童亲传。宗主，您收下天灵根弟子自然是好事，可跨界通道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我们这边向蓝星传东西，受通道大小限制，可你从蓝星向宗门传送纸箱和设备，似乎没有同样的限制。先别传人，找一只小动物试试能不能把活物传回来。明白，去找只活的小动物，猫狗都行。是大哥，大狗还是小狗？活的就行。小童，如果让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修仙，你愿意吗？赵叔叔，我明天还要上学。我的傻侄女，以后遇见飞天遁地不比读书好玩。可是我明天有数学考试。数学考试能欺负你，比修仙还不你还重要。学会修仙，以后再手指定在原地。听起来好像挺好玩的。大哥，活的，路边捡的，跑得还挺快。柳长老，我开始了，传吧。传不过去。再试一次。那扇门对他是锁着的，他进不去。我那个弟子啊，已经筑基中期了。我那个弟子啊，又拿了同辈第一。宗主，我刚才隐约感觉到一件事，说不出道理。猫过不去，可能是因为它没有灵根。说，如果换成有灵根的活物，也许结果会不同。而且灵根越特殊，通过的可能感觉大。你确定？和我刚刚到蓝星时自动看懂文字一样。若跨界通道同样依靠共鸣，天灵根极有可能畅通无阻。那就把它传过来。小童，我现在送你去宗门，你愿意吗？这我叔叔所以啊。若真能飞到宗门，连接两个世界最稳定的链桥梁，他既能在宗门修仙，也能继续在篮球上学，把完整的课业知识带回来。那我明天还得回来考试。随你，保持放松。小童，小娃娃，别怕，这里没有坏人。面前这位就是宗主，也是你今后的师傅。拜见师傅。好，我也有天灵根弟子了。你们几个有什么见面礼，趁早拿出来。小童，叫我柳爷爷。这枚护身玉能挡筑基修士全力一击，送给你。谢谢柳爷爷。有人心怀恶意接近你10步之内，他会自动示警。谢谢韩爷爷。遁地符，遇到危险能将你送到100里之外。谢谢周爷爷。在宗门领地遇到麻烦，催动他，战堂弟子马上赶到。谢谢雷爷爷。这是老夫年轻时佩戴的，对修行有益。谢谢老爷爷。今晚先熟悉宗门，明日送你回蓝星考试。真的？真的。赵小凡，再帮老夫找一个天灵根弟子。战堂也能带。大佑堂同样可以。老夫活了近1000年，还没教过天灵根。若蓝星还有，给老夫也留一个。诸位长老，天灵根不是街边白菜，蓝星几十亿人，多测几个总能找到。各峰各堂注意，明日辰时1刻，宗主举行亲传弟子收徒大典。宗主收徒？这竟然连夜通知。参加完收徒大典，还得回去复习。师兄，主峰那边人多不多？多，王场都快站不下了。你们再慢一点，只能站山门外听。都快点，宗主马上收徒了。宗主几十年没收徒了，这孩子什么来头？听说和对讲机来自同一个地方。对讲机到底从哪来的？我要知道，还用跟你一起在这儿爬山？宗主收徒的事，你提前听到风声了吗？没有。昨夜对讲机通知全宗时，我才知道。我听说这孩子是从蓝星来的，跨界通道已经能传人了。不但能传人，还是天灵根。师兄，宗主的新弟子会不会是从其他宗门抢来的？不该打听的事，少打听。听说宗主收的也是天灵根，宗主这么多年不收徒，原来一直在等这个孩子。又一个天灵根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她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小姑娘。你有本事让测灵珠照亮整个院子，你也可以普通小姑娘。衣服是临时准备的，站子也没有练过功，确实不是元阳界的人，但他是天灵根。今日召集诸位，是因为本座要收一名弟子，他叫王晓彤，从今日起便是本座路注定不凡。本座希望他能在天眼宗找到根基，找到归途。她也是你们的小师妹。天眼宗年轻一代，只有宋美师姐一个名人吗？持此令者，便是天眼宗正式认可的弟子。收好，不要遗失。谢谢师傅。很紧张，外面的人太多了，全都在看我。以后这种场面还会有很多，你要慢慢习惯。师傅，我会努力的。师傅，我得回去了。怎么了？已经7点多了，8点上课，今天还有数学考试。刚参加完宗主收徒大典，心里还惦记着凡人的考试。老师说今天不能缺考。好，本座送你回去，放学后再回来修炼。今天还要回来？本座刚收的亲传弟子，难道只收半天？好吧。回来了，那我补觉去了。没受伤？没有，师傅还给我办了一个很大的收徒仪式。快换校服，我送你上学。爸，不用送了，来不及了。
这是什么法器？看起来像放大了100倍的对讲机，里面不会藏着什么灵兽吧？天阴门的正宗乐曲能够清心灵神，辅助修炼。诸位应该都知道，听一次得花几百灵石。我上次花504听了一场，回来就突破了，真的突破了对天阴门骗子的忍耐底线。宗门，今日宗门从蓝星获得了一批全新的曲子，经过宗主与诸位长老验证，其中一首对修行确有帮助。对金入冲击钻，可能带给宗门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多。全体肃静，欣赏音乐。原来修仙不只是每天挑水、扫地和挖空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要遇见走遍元阳界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刘长老，别停！我身边好几个人要突破了。37人，全部处在突破边缘。柳元基，继续播放，一刻也不能停。突破了，我到炼气4层了。陈师兄困在炼气9层13年了，他已经冲击筑基失败3次。13了，今日再不向前，此生便只能停在这里。筑基了！困了13年，陈师兄终于筑基了。一首曲子让30多人同时突破，这哪里是音乐，这分明是悟道神曲！天阴门一次收费几百灵石，也没见过这种效果，我要天天听。仅凭音律便能撬动数十人的瓶颈。蓝星的东西已经一次次超出我们的认知。各峰各堂立刻统计今日突破弟子的信息。从今日起，宗门成立音律修行研究组。还有谁卡在瓶颈？听说赵神医今天出诊，我6点就来了。我5点半来的，前面已经排了20多个。排队一个一个来，今天都能看上，谁插队谁最后一个看。大姐说的就是你，我就往前看看。您这一看都快看到诊桌旁边了。大哥，眼罩买回来了，附近几家店都快让我买空了。病人和陪同家属进来前，每人发一个，必须戴好，谁也不能偷看。明白。大家注意，赵神医进诊室的人都要戴眼罩。看个病还要蒙眼睛，这是什么规矩啊？整的跟特务手术脸上不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你们第一次来吧？我爸痛风10几年，来医院跑遍了都没治好。赵神医几次就让他能下地走路，人家能治好病就行。我上次腰都直不起来，赵神医按了我几下就好了。我就是问问，戴就戴吧。眼罩免费，不疼不痒，大家配合一下。待会儿每个人测出来是几灵根，都记清楚。明白。赵神医，我爸这几天好多了，走路基本不疼了，恢复的不错，少吃油腻，别饮酒，晚上别受凉。记住了，握住这个，测一下握力和气血。这东西滑溜溜的，是什么新仪器？最新款，握紧就行。5灵根。王姐，你也顺便测一下。我又没病。免费体检，不测白不测。王姐，5灵根。赵神医，我这握力怎么样？气血基础不错，就是平时熬夜太多。你连这个都能测出来？少刷手机，早点睡。 14个人，全部有灵根。 5灵根、4灵根，又是5灵根，一个没有灵根的都没有。让开，让开，让老夫还有人。 14个人全部有灵根，已经不可能是巧合。蓝星的凡人，难道真的人人都有修仙资质？秦叔，这里比医院挂专家号还热闹。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这点人算什么？秦队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陈身体一直恢复的慢，带他来让你大哥看看。我马上进去说一声，给你们先安排。不用插队，我们等着。多谢赵神医，终于可以放心了。现在看病还要蒙眼睛。我大哥新定的规矩，病人和家属都得戴。多半是怕祖传手法被人偷学，真正有绝技的人都护着本事。还是陈警官懂行。他们就是让当初想赵神医的肾后来被打服的那几个人。别人遇到这种人都恨不得送进去，直接留下当小弟。这个赵神医确实很有意思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重伤初愈，不适合到处乱跑。我不出来治疗，难道继续留在你们医院等那群庸？小陈，别乱说话。本来就没治好，还说我没救。 林医生别介意，这孩子心里有气。我理解。林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大哥看病期间外人不能进。我是医生，可以帮他问诊，减轻压力。那也不行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林医生，多谢好意，里面人手足够。活该。小兄弟，麻烦你替小陈复诊一下，他一直虚弱乏力，看看能不能恢复得快些。 赵什么年轻？多谢你救了我。你的医术比医院里那些束手无策的庸医强多了。任何事已经都会做出同样判断，不代表医院都是庸医。按你们的判断，我现在大干坐在这里和你吵架。身材好了不起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先看病。林医生，我的医术路子和你们不同，你学不会。你从来没有教过，怎么知道我学不会？先给病人复诊。我不用蒙眼睛吗？简单复诊，没有特殊手法，而且就算让你看，你们也学不会。
大哥，货到了。什么货？昨天订的所有设备，商家一起送来了。遇到什么麻烦了？赵老板，2000台工业冲击钻放哪儿？500台户外电源，这院子装不下呀！后面还有无人机和热成像西北，先别堵路。小兄弟，你这是准备开医院，还是准备打仗？兄弟，你们这生意也太大了！前几天刚送过几10万的货，今天又来了这么多车，帮别人代买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用。那也厉害。我送货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个人买这么多设备。小兄弟，这些东西全是你买的，而且还不是第一次。2000台，小型工程队也用不了这么多。无人机和热成像可以用来探测地形，冲击钻和户外电源属于工程设备，单独买几台很正常，大批量反复购买就不正常了。强哥，秦队是不是怀疑咱们准备干坏事？别慌，搬你的货。大哥和小王早就想过怎么解释，轮不到咱们出主意。小兄弟，我直接问了，你买这么多无人机、热成像仪、充电设备和冲击钻，到底准备做什么？给我老家的人买的。老家？村以前住在蜀都深山，交通闭塞，没有电，也没有通往外面的道路。我现在手头宽裕了，总得拉他们一把。无人机和热轴相机呢？探测地形，寻找适合修路的位置。深山老林里很多地方人进不去，无人机正好可以从天上看。这些用来开山修路。修路需要2000台冲击钻。村里几百个人，一人分几台，很多吗？山里的石头路跟城里不一样，机器磨损得快，以后还得继续买。那几百套充电设备怎么解释？村里没有电，太阳能板、充电宝和户外电源组合起来，就能给无人机和工具供电。总不能让村民一边修路，一边先等国家电网铺进去吧？秦队要是不相信，改天我可以带你进去看看。不过那里车开不进去，要步行好几天。这些东西价值不低，你给人看病赚的钱够吗？我手艺还行，暂时够用。小兄弟，秦队放心，我赵小凡行事一向光明正大。药喝完感觉怎么样？浑身都舒服多了，气血也顺了，比在医院挂几天水都管用。3天后再喝一次，基本就能恢复。直接给我几颗成品丸不行吗？省得来回跑。不行，秘制药丸不卖也不外传。小气，那样的条件别人求都求不来。以后再说。秦队，深山修路那套说辞你真的信了？赵神医帮助老乡乡亲有什么可怀疑的？小陈，你也是警察，几车无人机热倾向仪和2000台冲击钻摆在一起，你真觉得正常？那您刚才为什么没继续追问？因为这些设备没有一件属于违禁品，买得多不违法，更不能展凭怀疑调查别人。我要一做过危害就罚。就是，本事大心肠就够了。可他那套话我压根没信。更奇怪的是，户籍档案和村居记录里，在根本会照顾也没有找不了那封闭村落，一个没有任何过去记录的人，像是凭空出现的。但有些秘密查得太清楚，未必是好事。只要他不犯法，我愿意暂时当个糊涂人。大哥，他们好像没有完全相信。不是好像，秦队压根没信，会有麻烦吗？暂时不会，他没有证据，我们买的也都是普通商品。宋老师，有事儿？赵老板，您手里还有上次那类东西吗？有人看过之后很感兴趣，想继续谈谈。可以，还是原来的规矩，不解释来源，不讨价还价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安排。又有活了。爸爸，赵叔叔，你们在忙什么？给宗门采购的设备清点完后，就通过令牌传过去。小童，宗门那边一直在等你。现在过去吗？现在过去。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过去看看？等你从最差4灵根变成天灵根再说。小童，过来。师傅，今天考试怎么样？正常发挥，应该还行。都说蓝星语言，小童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建议。你错过大事了！你离开后，宗门弟子在广场听了整整1天音乐，有的音乐令弟子心境澄澈，打破瓶颈；有的音乐激发血性，让弟子战意暴涨，甚至能够跨级交手。几十首曲子里有30多首对大批弟子有明显效果，却藏于此对应，自然作应某一个人所有人。蓝星音乐的价值比我们预想的还大。剑道神曲必须给剑锋2台，堂需要战曲，先拿4台。够了，明日这各封各堂，连说够谁在抢，最后一个领。你们真的因为几台音响差点打起来？那以后宗门的人会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扛着音响去打架？给战堂做几套能背在身上的，得物就叫战场移动音乐增强法器。其实网上一般叫它移动音响。宋老师，怎么了？我经手过的文物没有1万，也有8000，这种材质和锈层，我从来没摸到过。这东西怎么看着不像蓝星上的东西？器物成型年代距今16270年。不可能！16000年前，人类还在山洞里打磨石器，那个时代连成熟陶器都没有，怎么可能铸造青铜尊？重新校准仪器。4人检测没有错，
他们真的来自16000年前。不是铜，不是铁，也不是任何已知金属，不在现有元素数据库里，没有放射性，也没有人工合成痕迹。别说16000年前的原始人，就算现在最先进的冶金实验室，也无法完成这种分子级融合。源自未知上古高等文明，现有史学体系无法解释。这批东西一旦公开，全球文明史都要重写。立即封存数据，所有人签署最高保密协议，论文禁止发表，任何信息不得外传。这种发现一旦发表，我就能登上全球顶级期刊，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新发现上古青铜遗存，将夏国青铜纹面溯源推进至16000。这下该轮到我出名了。石器时代青铜器，荒谬！碳14数据一定造假了，夏国又在夸大文明历史。如果数据真实，人类文明史必须彻底重写。16000年前，老祖宗就开始玩青铜了，这不是失落文明，这是直接开了科技外挂吧？有没有可能老祖宗其实修仙？谁干的？小刘站起来。谁允许你私自投稿的？未知文明，未知材质，超时代工艺，一旦引来境外势力，承担得起后果吗？我只是想推动学术进步。停止审查，撤销学籍，立即退出项目组。请。消息已经压不住了。谷物从哪里获得？玉藤市一个姓赵的年轻人，姓名赵小凡，没有任何过去，像是1个月前凭空出现在绿藤市。把人、文物和失踪物资和流浪人员也会留下边缘轨迹。把人和失踪物资串起来，分别说说看法。首先是身份，现代社会里，即便是黑正义上的绝对空白，这种空白不是伪装身份，而是他从未在蓝星社会体系里生活过。第二是物资，1万台对讲机、52架热成像，以及海量充电设备和教全部送入一座小院，乌桑路一走，这准又通上将与从这样。第三是他身边的人，院层原本没有设有债区，也无法归顺，更像是能力和认知层面的彻底碾压。16000年的元素也经过多次交叉印证，蓝星没有这么样，现代货质好。我的结论是，这批谷物不是蓝星文明产品。所有异常都指向赵小凡，他不是逃犯，不是间谍，也不是普通黑市商人，他背后存在一条通往未知地的通道。从他采购对讲机、无人机和现代教材判断，通道另很可能存在一个处于古代发展阶段的完整文明，而赵小凡极有可能是异世界来客。那就马上控制赵小凡，彻查通道。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们不知道通道规则，不知道对面文明的实力，也不知道强行控制它会引发什么后果。轻则通道关闭，夏国永久失去接触另一个世界的机会；重则惊动通道对面，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跨界冲突。即刻成立跨界溯源专项组，独立预算、独立指挥，只对最高中枢负责。对赵小凡一行执行全天候静默监控，不接触，不试探，不问话，不惊动，只溯源，只观察，只溯源。对外统一口径数据存疑，仪器误差，样本仍待复核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猜到异世界这3个字。这些古董动静有这么大吗？按顺序来，别着急。今天看得快，所有人都能排上。老人家先喝口水。这位大姐，别抱着孩子一直站，旁边有凳子。目标正在正常问诊，目前没有异常能量反应。所有出入人员已完成身份比对。聂老、杨老，前面就是赵小凡的小院。小秦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们今天只是2个来看病的老头。以前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，我还能放松；现在知道他可能拥有超凡手段，实在不敢答应的。身体不舒服，赵小凡能远距离操控梦境，无声影响人的意识。那最基础的耳力和感知范围，会不会也远超普通人？200米对我们来说很远，也许就在耳边。秦队，你又来了，带2位家中长辈过来看看，都是多年顽疾，大医院只能控制，治不彻底。那您可找对人了，再难治的毛病，到了我大哥手里也能调理明白。初步估算，这批教育物资足够200名儿童完成基础启蒙，并非个人采购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教育体系铺设。赵小凡出现在蓝星只有40天，真正稳定下来，有条件系统接触语言文字，还理解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结构，被最高20天。意识内也有应阅读这些教材，他们不需要重复抄送200年的探索和试错，只需直接现成的数学、无声的化学和工业理论，将文明迭代的推演上传中枢，标注最高优先级，继续观察。秦队，这些书也是给大哥老家买的，山里没有正规学校，大哥想让那些孩子都能读书，能惦记乡亲家的孩子确实难得。所谓深山村落，只是掩饰。东叔，我放学啦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周末提前放学。
王晓在密闭房间内凭空消失，活人能够通过。王晓彤没有离开房间，周围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接应，这不是隐蔽转移，是彻底从蓝星空间消失。王晓彤15岁，出生、学籍、医疗与生活轨迹全部完整，她是100%的蓝星原生居民。赵小凡为什么把一个普通蓝星少女送往异世界学习、培养、交流，还是作为两界之间的长期联络人？既然蓝星人能过去，对面的超凡者也可能随时过来。立即提高通道风险等级，依然不接触、不试探，任何人不得因这次发现擅自改变行动方式。小赵，终于忙完了，我带2位长辈来找你看看，都是多年老毛病。先说好，给钱可以，可不能因为是熟人就宰我。秦队放心，我这里老少无欺。还是老规矩，问诊的时候麻烦3位把眼罩戴好。连我也防着，你这祖传秘术藏得够严。规矩不能破。关联人员全部通讯数据已经完成筛查，4人的认知变化集中发生在最近5天。世界上真的有古武高手吗？发光的丹药是真的吗？隐世宗门是否存在？金丹元婴能活多少年？他们不是怀疑赵小凡拥有超凡能力，他们已经亲眼确认了。妈，明天帮我看看咱家祖坟冒青仙没有？能把原本只信拳头和钱的人变成这种状态，赵小凡给他们看到的东西，恐怕比我们推测的更惊人。2位老爷子都是常年劳心过度，脏腑溃败、气血瘀滞。再加上多年熬夜和旧伤，才会久治不愈。能调理好吗？不是什么慢慢调理就能根除。单从表面看，与中医常规诊断没有明显区别。药物本体正在自主发光，没有外部光源反射，也没有明显化学反应，这是一种自带能量辐射的未知物质。如果能取得样本，可能直接改变现有生命科学体系。根据病患记录，他从不允许任何人带走丹药，全部当场化水服用，不留残渣。叔父。胸口沉顿一下子都散了，身体像是轻了好几斤，这药效确实神乎其技。新物品出现，外形不像蓝星任何一种常规检测设备。老爷子，握一下这个撤力仪，测测您的体能和气血底子。撤力仪，这分明是异世界的探测器械。握紧，稍微用些力气。碎了，纯粹的震惊，没有表演痕迹。珠子碎裂同样超出了赵小凡的认知，刘强和王汉忠也完全没有预料到，这个检测结果在异世界同样属于异常现象。小凡子，测灵珠用了太久，内部出现暗一颗过去，刚才那颗可能只是碰巧损坏。报告，目标胸前凭空出现物体，跨界媒质就在他身上，异世界那边正在实时观察，并立即送来新的检测器具。记录通道可实现及时物资传送，对面至少有专人随时支援赵小凡。老爷子，刚才那台仪器老化了，换一台新的，再测一次。好，我配合。老爷子，您是不是练过铁砂掌？怎么别人握着好好的，到您手里连碎2颗？会不会是你们这个仪器质量不太好？测灵珠能承受筑基修士攻击，怎么会被一个凡人连续震碎？这一次就绝不自毒碎，此人的修行根底恐怕超出了测灵珠的承受上限。李玄，什么？同一个凡人连碎2颗测灵珠？难道是天灵根之上的资质？异灵根也不可能震碎测灵珠。测灵珠依靠灵力波动感应灵根，一旦波动超过珠体阈值，测灵珠才会崩溃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名凡人的灵根强度可能已经超出了元阳界的探测上限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宗主。我早年在大罗帝国看过一部上古孤本，人若积下浩瀚功德，可成功德金身，万法不侵，诸术不沾。测上一法不是掌面，用身上的功德气场排斥震碎。若此人功德护体，任何外来探测都会被天地庇护之力排斥，能直接震碎制式测灵珠。造福幽清生灵，功在社稷，利在功德千秋。此人在蓝宗，小童，你认识他吗？看起来功德自降湖上的无凡炼金，不论是超越天业，司功德护体，若是功德金山，更是只手不威胁。赵小凡不必再测养老，测试另外2人。第3件同类物品传送完成。对面还不死心。刚才2台应该是同一批期，质量有问题。老爷子，您也握一下。
第一颗碎，可以说是意外；第二颗碎还能算特殊情况，第三颗也碎，这已经不能用巧合解释了。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一个灵根强度超过测灵珠上限也就算了，怎么一来就是2个？或者真如宗主所说，他们都是功德护体。可凡人究竟要积累多少功德，才能把测灵珠连续震碎？元阳界的长老只能理解修桥铺路、赈济危门的凡人功德，却无法想象这种护佑一国、功在千秋的无形伟业。柳长老，再传一颗测灵珠。还测？换最后一个人，这2位老者不用再试了。他是真的被整麻了，异世界那边估计也懵了。第4颗都送来了，2位老爷子不用再测了。秦队，轮到你。别呀，我感觉还能再试一次，说不定这次就不碎。秦队，伸手。小兄弟，你这测力仪连坏3台，质量堪忧啊！我要是再捏碎，你可不能找我赔。放心，碎了也不让你赔。秦正，木水土3灵根，资质中等，还好，正常人还是有的。3灵根，正常。还好蓝星不是随便来个人都能把测灵珠震碎。那2位老者确实是极特殊的存在。球体出现3种独立光带，碧绿、水蓝、土黄，可能对应3种不同属性。这是一种异世界资质检测器械，立即逐帧分析光谱、亮度和能量变化。之前那些病人都被要求戴眼罩，赵小凡一直在遮掩的，就是这种发光异象。3条光带代表3种能力，还是3种修炼属性。2位院士连光带都没出现，测量设备直接损坏，他们的资质很可能已经超出仪器上限。2位老爷子的病可以根治，后续慢慢调理就行。秦队身体也不错，没有大问题。辛苦小兄弟了，一共多少钱？不过最低没人少过2000，2位老爷子一共4000就行。不贵，2000块能根治多年顽病，已经是良心价了。可惜进门就戴眼罩，秦正没有机会安装长期监控设备。第一次接触已经获得活人传送、超凡药和位置检测1级3项重大成果，不算失败。对了，小赵，你之前是不是说过自己一直没有身份证，连银行卡都办不了？秦队，你能帮我解决身份问题？身份，这才是赵小凡目前最在意的东西。我没有权限私自给人办理身份。不过这2位老人是我们市局领导的医术，今晚请你吃顿便饭，你当面把情况说清楚，以他的权限帮你身份手续问题应该不难。行，到时候还请秦队替我多说几句。你们几个人最近跟着小赵做事也算本分，今晚一起去。我们也能和市局领导吃饭，都去。半个月前咱们还被追查了，幸亏忙着大家一起。行动。找到了，写的什么？某某4灵根，水土木火，资质平庸；某某家属5灵根，杂灵根，资质下品；某某3灵根，资质中等。不是能力代码，真的是修仙小说里的灵根。那颗发光侄子是测灵珠，赵小凡一直在给蓝星人测试修仙资质。共记录213人，5灵根最多，4灵根次次，少数3灵根，没有一个无灵根者。小说里万中无一的修炼资格，在蓝星可能是人人都有，就算多数资质最差，几十亿人口的基数也足够可怕。2位院士把测灵珠震碎，又该怎么解释？按照修仙体系推断，可能是资质超过测试上限。秦正测试时珠子恢复正常，说明器具本身没有问题。异常来自2位老人，推翻之前关于异能文明的所有模型。赵小凡所在的世界是完整的修仙文明。修仙者是真的，灵根是真的，炼器也是真的。既然修炼之路真实存在，那传说中的仙到底存不存在？少年亲戚这种东西，老夫还以为早就没了，没想到听几首蓝星的曲子，又给听回来了。周厂长，天眼宗第一小学需要的课本和文具已经买好，昨天出了点事情。蓝星官府一个领导的长辈来找我看，治好以后，那位领导答应帮我办理户籍和身份证。这是好事，有了身份证，你也哪天被真正因为凡人官差正经落脚。堂堂修仙者被凡人当成黑户抓走，传回来实在丢人。让长老挂听了。长老，你又在听音乐？这些曲子确实不错，每次听完，老夫都忍不住想要撩发少年狂。长老这个词用得越来越熟练了。对了，宗门还有200部手机，不用买高档货，能够储存并播放音乐便可。几百块一部，200部花不了多少。王建国还想问小童在宗门过得怎么样？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宗主专门把自己寝殿旁边的偏殿推开窗户便能看见后山灵物，院中还给他单独留了一块灵草壶。我从小在天眼宗长大，都没住过宗主寝殿旁边。今日休整，宗主把他当宝贝一样照顾。去采购200部基础款智能手机，每部都下载好不同类型的音乐，保证办妥。宗门宗主直视护法真纯弟子，异世界确实是完整的修仙宗门结构。200部手机明显会被送到异世界，
蓝星音乐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修行资源。更重要的是王晓彤，一个蓝星普通学生，为什么会得到修仙宗门宗主的特别关照？他一定拥有很高的灵根资质。赵小凡4、5根只记录不传送，唯独王晓彤被送进异界，宗主可能已经收他做亲传弟子。几天前还是被欺负的普通学生，他所在的班级必须长期纳入观察范围，安排1名人员进入他的班级担任班主任，要年轻有亲和力，能够和学生自然相处，观察力强，背景绝对干净。王晓彤在这个班级多久，他就要在那里待多久。明白？顶尖师范大学毕业，5年重点中学班经验，性格温和，学生口碑极佳，心理素质和观察能力全部优秀。3条调准则：不主动接近，不刻意试探，不制造异常，只观察，只记录。这东西要是落下来，元婴老妖能不能扛住？不知道，但最好别让他试。我去，小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赵叔叔好，爸爸好，刘叔叔好。学法术了吗？会御剑了吗？能不能表演一个飞天？哪有那么快呀？这2天师傅一直让我泡药汤，等身体底子养好，才能正式开始修炼和学习法术。你可是天灵根，怎么还会身体弱？蓝星看叔叔还得不能贸然入道，爆胚法，天灵汤不会赵叔好。将来成了修仙大佬，可得赵叔别开玩笑了。那是药浴，我是脸相术，有什么区别？王晓彤已经确认是天灵根，属于异界极高等级资质。修仙并非只看灵根，肉身强度和灵气适应性同样重要。典型的洗髓筑基流程，准确说是修行前的淬体养脉，整理成修仙培养体系初步模型。这张最好看。目标电子设备新增照片，他刚从意识设备重新上线，手机里极有可能保存外界实景。找到了，确认是手机原始拍摄，地点无法匹配蓝星坐标。全屏放大。这不是表演，光影和环境变化全部真实，不是影视特效。玉鹤飞行，放大那些植物，部分皆符合蓝星已知植物分类。击败了自仙宗门，想象系还没有现实壮观。小说写成这样，编辑都会说太夸张。修仙文明影像证据完整，他们不是落后的古代社会，他们形成了另一套成熟技术体系。数千年来，我们只能从古籍和神话里想象先人的世界，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。建立外界地貌、建筑、人员、法器和生物记录库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只依赖推测，